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文哲。再看到美国跟以色列的情况啊，现在美国撑腰以色列是不是变成一个反效果？因为国际法院呢是强硬回击了。怎么说呢？力挺以色列哦，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呢要邀请所谓的纳坦雅胡来到国会演讲。以巴战争呢持续当季了，但现在呢，美国的共和党强生宣布，要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呢即将在美国的国会来做演讲的情况。但是呢，与此同时啊，加沙的战火持续燃烧，烧了231天。国际法院呢下令以色列立即停止攻击拉法。到5月24号呢，以巴战火已经烧了231天了。国际法院呢现在以13-2做出裁决，正式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萨走廊的拉法军事攻击，而且当地的人道局势呢已经呈现灾难的一个情况了，并且开放物资进入，而且允许调查人员进入拉法。以色列呢需在1个月内提出所谓的执行报告。国际法院现在下令停止攻击拉法。那纳坦雅胡呢驳斥说南非种族灭绝的指控哦。纳坦雅胡怎么说呢？他说他驳斥南非有关以色列进行所谓的种族灭绝的指控不实，而且令人愤怒。国际法院呢无权阻止他们保护平民，而且呢更驳斥军事行动会导致所谓的种族灭绝的指控。再来看到现在变成国际孤立纳坦雅胡，那会引起纳坦雅胡的逆反心态呢？停止对拉法市的攻击哦，沙烏地阿拉伯等国呢欢迎国际法院的决定。沙烏地阿拉伯呢跟其他这个区域的其他国家国际法院呢周五决定土耳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迫使以色列执行该项决议。那包括了现在不顾国际法院的判决以色列的军队呢持续猛攻，而且还空袭拉法在国际法院颁布了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停止在拉法的军事行动后不久，以色列战机对拉法展开了猛烈空袭。那加上呢，现在以色列毁灭性的空袭已经酿出了26死，以方呢说准备好新一轮的轮休战来进行谈判。那在加萨走廊的加巴利亚呢跟拉法呢也发生了激烈巷战纳坦雅胡表示战争内阁呢已经要求所谓的谈判代表团继续磋商，让人质释获，但持续延烧的包括其他国家的态度有没有改变呢？现在看到德国部分德国呢他说他会执行国际法院逮捕纳坦雅胡的令，那以色列说这太离谱了。德国怎么说？他说一旦国际刑事法院下逮捕令，他就会协助来执行。那以色列驻德国大使呢就反驳说，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如果我们一旦自卫或是被束缚，以色列呢就有权自卫，公开的声明就会失去它的可信度。那纳坦雅胡的发言人怎么说？他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说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道德罗盘，并且站在历史正确的这一面。但是现在不止德国法国的态度大家也非常受到关注。法国表态支持，而且他说应该要尊重国际法院的独立性，不可放任有罪不罚的情况。我们来看到法国，他说他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而且也支持所谓的打击有罪不罚的情况。法国也警告以色列必须遵守所谓的国际人道的主义法，尤其在加萨走廊的平民伤亡已经让人家无法接受，对于人道协助呢也应该有所拦阻。瑞士也说完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那谁在不甩国际刑事法院呢？现在美国好像是不甩不甩国际刑事法院拜登说不会帮 ICC 逮捕纳坦雅胡。拜登怎么说？我们认为以色列的所有所作所为跟哈马斯并不相同，他们并不承认 ICC 行使的管辖权的方式就是这么简单。至于呢，现在《纽约时报》呢追问拜登有关纳坦雅胡的逮捕令时，拜登居然动怒了。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Thank you, Mr. President. Two questions, if I may, on... No, one. I'm going to contain them. And on Israel, does the United One States... question. I'll answer your question. Oka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y evidence at all that would substantiate the ICC prosecutors' specific allegations against Israeli leaders? Known on ICC. You guys never keep the deal, but that's okay. We've made our position clear on the ICC. We don't recognize the jurisdiction of ICC the way it's being exercised.
记者说他有2个问题，但是拜登说你只有1个问题，而且你这样不守规矩。他也说啊，我们已经表明了在国际法院上的立场问题。换回来请教这个彬哥你怎么看这个？现在美国撑腰以色列，是不是变成一个反效果？我觉得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置越走越离谱，而且把自己陷入了更尴尬的处境当中。我们都知道美国一定支持以色列，这个是不用讲，大家都晓得。美国已经在各种层面去援助以色列，可是对这种国际上的公愤，照理来说，美国应该要低调。你顶多就是拜登讲说，我们不承认国际法院对我们有管辖权，这样就好了。是因为美国向来是不承认这个东西的。所以你就用这种低调方式回应就好。结果你们现在居然要把纳坦雅胡到美国国会去演讲，这么高调？这个是在国际法院通缉的人，然后欧洲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同他正在进行种族屠杀。是，结果你把这样的一个被国际公认的种族屠杀的凶手，一个嫌疑犯，一个通缉犯，让他到美国国会演讲，这个摆明了就是跟全世界对着干。基本上就是这件事嘛。是，所以美国自认为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领袖，结果呢，在做一个包庇纵容种族屠杀也就算了，现在还把种族屠杀的通缉犯就要到美国国会演讲，那请问一下，美国以后还怎么去跟人家讲你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价值？你都不用说了嘛，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了嘛。然后讲这次越来越多的国家，像这几天爱尔兰啊、西班牙啊这些国家开始承认了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地位。是，然后呢，现在瑞士、德国、法国一个一个表态，说国际法院如果真的发了那个逮捕令，我们就来逮你，纳坦雅胡只要出现我就逮捕你。这个都是在表明一种态度，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国际法院的命令很少有人执行的，你知道，很多国家都不甩这件事。可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些表态？纳坦雅胡也不会去这些国家，对，那为什么要做这些表态？其实就是在告诉美国，你该赶快阻止纳坦雅胡的不人道行径了。然后结果美国不但不阻止，还堂而皇之的邀请纳坦雅胡。那请问一下，美国这样做是对的吗？我知道拜登现在因为11月要选举，他压力很大，他不能得罪犹太金主。可是问题是，你美国这么高调的去帮助以色列，去公然跟国际对抗，这样子对拜登的选情真的会有加分吗？我觉得纳坦雅胡到美国，搞不好是另外一个学生运动的开始哦，非常有可能。你觉得那些学生会在校园抗议？纳坦雅胡人都到了美国，这些学生不会去抗议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拜登做了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错误的决定。是，我觉得现在还有时间，拜登你应该改一改。不过，我认为拜登是不会动。是，请教吕舰长。基本上来讲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它是因为大家签署了罗马规约啊，那所组成的。那罗马规约里面规定啊，国际刑事法院它可以接受的具有管辖权的一共也只有4个罪。哪4个罪呢？也就是灭绝种族、危害人类、战争罪以及侵略罪。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纳坦雅胡啊，他一次就满足2个。他一次就满足说危害人类罪以及战争罪的部分啊。是。那在这2个罪里面呢，我们这样来看啊，如果以危害人类罪来看的话，它一共有表列12项。那我们可以看到谋杀、灭绝、驱逐出境或强行迁移人民，不是吗？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现在看到在加萨走廊，不就是这样吗？把加萨走廊北部的移到南部，从南部的又说要赶到那个靠海一侧，那这不是一直都在强迫人员迁移吗？而且你不断的，你就是你都说，反正你只要看到人，你都说他是哈马斯，那这不是就是灭绝跟谋杀吗？那这就是我们讲危害人类罪的部分。那至于战争罪，第一个故意杀害。那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故意杀害。那当然，现在大家可以不执行啊。那之前还记得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有讨论，是不是俄罗斯他对于乌克兰也有类似的行为？的确是，那个时候我正在上国际法的课，我有问过我的国际法老师。那如果大家都不执行的话，他说我那个会造成什么样呢？我的老师说，那就是你国家人格的毁坏。什么叫做国家人格的毁坏？还记得吗？当时俄罗斯派代表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所有的外交官全部起立离开，那个就是
你的国家人格的毁坏。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如果继续下去，然后而且我们之前看到说，在联合国大会投票啊，其实143票同意，9票反对，25票弃权通过，认定巴勒斯坦符合联合国宪章。这个也就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最大的驳斥，也就是我拿你们没办法。可是呢，我们每一个国家陆陆续续的都慢慢承认巴勒斯坦，虽然他现在划不出领土，虽然他对于现在的某些土地被以色列霸占，然后他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大家已经承认他的国际人格，这个才是对于美国跟以色列最大的打击。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怎么发生的？也就是当时的国联，它已经没有效能了，在这个国际那个舞台上面的那个有关于这些强权国家的制衡，它已经缺乏力量。还记得吗？今年年初的时候，英国的国防部长说，现在是战前时代，然后没过几个月，波兰的总理也追认这件事，现在是战前时代。为什么？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正在破坏国际秩序。是，请听到李教授。对，因为以哈冲突到现在啊，大概有2条战场，一条是就是在地面上的哈，在加沙走廊。那第2条就是国际舆论啊，外交战跟国际法相关的一些议题。那这个议题呢，其实在过去1-2个月有非常多的一些新的进展，我觉得是给以色列跟美国很大的一个道德的压力。那第一点就是像刚才已经有提到，部分的国家，比如说像贝里斯、哥伦比亚、玻利维亚，他们已经明白说跟以色列断交。像哥伦比亚说，我直接要设这个巴勒斯坦的大使馆，这第一个。第二个，在外交上，挪威、爱尔兰、西班牙是在5月22号公开说我们承认巴勒斯坦的这个地位。这是在双边，那多边就像刚才舰长所提到哈，这个因为是一开始在4月份的时候，在安理会有讨论提案，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个会员国地位，联合国，但我们知道是一票否决美国，那英国跟好像是瑞士是寄出弃权，那是其他的12国是赞成，但是这个议题会送到大会做进一步讨论，大会结果就像刚才舰长所说，大概有143票赞成，9票反对，25票弃权，他们是怎么说？希望安理会重新考虑，因为联合国的会员国的地位，第一步的关键是安理会的推荐，但是过不了。但是即便如此，在大会里面140几票的支持，还是显示出这是个国际舆论的温度计，很明显。那第3个还是我们要区分一下，一个是国际刑事法院 ICC， 一个是这次的 ICJ， 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那 ICC 是很明白，5月20号检察官是涉嫌战争罪跟违反人类罪，他其实起诉大概5个人，以色列是包括内塔尼亚胡总理、国防部长葛兰，还有哈马斯的3位领导者，我觉得还算是一定程度的公允，那就是逮捕令了。那逮捕令很特别的、令人意外的地方是，西欧大国刚刚已经讲到，法德基本上是尊重，好，就是配合。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南非向国际法院，那是 ICJ 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以色列违反这个种族灭绝罪，希望 ICJ 出来主持正义。那 ICJ 的这个决定是1月、3月、4月跟这一次都有。那基本上最重要的是1月份要求以色列采取6个临时措施。这6个临时措施，它并不是马上判定以色列犯了所谓的种族灭绝，1948年的种族灭绝公约。他说你要防止它，避免它，要约制 IDF， 要想办法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要在1个月之内提供报告，但基本上以色列不会理会。那3月份有做一次，那最近这一次是前几天，他是经过了听证之后做的决定，基本上是锁定在拉法，也要求以色列要提出报告，但基本上以色列的回应是非常的强悍的。是，那所以，但是我们也知道像是 ICJ 或是 ICC， 即便他有些判决或是他有些认定，但是还是要靠执行，那执行其实是要靠各国的配合，
所以目前来说，这些从刚讲多边到双边国际间的一些决定，我觉得不会有很立即明显的这种影响，但是会伤害到比较是以色列自己的一个国际上的威信跟他的道德的正当性。那拜登我觉得他是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了，因为真的是他也在选举当中，非常的复杂。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来看美国这个动作是不是剑指中国跟俄罗斯啊？因为现在美国高规格来接待所谓的这个肯亚的总统鲁托，他就甚至用红地毯呢，在23号的时候来迎接这个来到访的这个肯亚总统鲁托，地毯铺得非常红、非常长。还有另外包括白宫的草坪呢，也举行了所谓的盛大的国礼来欢迎肯亚的总统鲁托。拜登就说了，他说肯亚跟美国啊几乎没有什么挑战，不能共同面对对应的改善。那两人呢不但在椭圆形的办公室呢展开近距离的会谈，还包括像是共同在白宫一起散步聊天。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画面哦，这段画面就是拜登身材举起酒杯来敬肯亚。To Kenya, to our guests. Here. Enjoy your dinner. 现场呢多达了500名的贵宾哦出席这个国宴，包括像是奥巴马还有克林顿夫妇呢，都成为座上的宾的陪客。那美国跟肯亚呢也发出了共同愿景呢，喊出希望在全国为债务国减免债务负担。肯亚呢最大的债权国呢就是中国大陆，剑指北京的意味非常浓厚。那拜登呢，在会见肯亚总统之后呢，深化彼此合作，要来抗衡中国大陆还有俄罗斯在非洲的影响力哦。在鲁托3天的国事访问的期间哦，还宣布要把肯亚列为美国的主要非北约的盟友，加强彼此安全合作。肯亚呢，也将成为首获美国主要非北约的盟友的非洲国家。未来就能够获得与北约成员国类似的军事还有财政优势。那目前呢，已经有18个国被美国列为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包括乌克兰，还有尽管没有正式成为安全政治条例，但美国呢仍加强这些国家的军事还有外交关系。再来看到是不是拜登不想停战？那北约做表面功夫吗？现在有消息人士称哦，普京希望以当目前的这个战火来做战火停火的情形，那西方不回应的话，就继续打。路透社报道呢，现在有4名的消息人士，有3人熟悉普京核心圈的讨论内容。消息人士说，俄军在近日在乌克兰的东北部推进，普京认为呢，这场战争要打多久都可以，但他认为准备好要冻结现在所有交战前线的乌方来谈判停火。消息人士也指出，只要泽伦斯基呢还在掌权，就不会有任何协议，除非俄罗斯绕过乌克兰，直接找美国谈。那美国怎么回应呢？美国说，现阶段呢，并不认为普京有兴趣跟乌克兰缔结和平。现在防范俄罗斯，北约6国也有同意共组所谓的无人机墙。那立陶宛呢就指出，立陶宛现在与其他5个俄罗斯邻近的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已经共同愿意共组无人机墙，来保卫边境免受挑衅。那北约的秘书长他们是怎么讲呢？北约秘书长他就说，我们向乌克兰提出培训武器弹药，但北约并不打算要向乌克兰派兵。另外一方面，包括了匈牙利的态度也是说，匈牙利政府呢目前正在努力想办法，既保持跟北约成员国的身份，又不想参与北约领土以外的行动，看得出来呢是相当保留的。另一个部分看到是不是拜登要面子？那泽伦斯基要什么呢？是不是要钱呢？现在俄罗斯的国防部说，俄军1周内展开对乌克兰的军事攻击，进行了49次的打击哦。那俄罗斯的军队呢，狂攻猛攻哈尔科夫的铁路系统，无父母陪同的孤儿呢跟儿童赶紧撤离。现在包括了俄罗斯夜袭哈尔科夫的轨道跟铁路旁的车辆，因为当局包括俄军新一波的强大攻势，准备撤离当地的儿童。那泽伦斯基怎么讲？泽伦斯基现在说，乌军获得哈尔科夫的作战区域控制，看起来好像
没有这回事的感觉。那泽伦斯基是说，在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举行军事跟地区的官员会议之后，发表这样的论述。但这样说法就跟我们刚刚讲的，跟俄罗斯官员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俄罗斯的官员怎么说？他们说他们控制了沃尔斯克镇一半以上的领土。那沃尔岑斯克镇呢，距离这样边境呢只有5公里的距离，看起来非常的近。乌克兰的参谋总部呢，在报告中显示这样的情势非常紧张，而且是由国防军来控制。那我们刚才讲到，泽伦斯基希望有更多的金钱外援来援助西方呢，现在打算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来金援乌克兰。知情人士就指出了，泽伦斯基呢将出席6月的7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他正在敦促盟友所提出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而且更远程的武器。那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呢，现在有2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本周呢将会宣布再对乌克兰追加2.75亿美元，大约是台币91亿元的军事援助。话回来，先请教一下彬哥，彬哥你怎么看这个美国用非常高的规格来接待肯亚总统，这是不是有弦外之音？很明显就是他希望抬高跟肯亚之间的关系，然后更重要就是要希望能够把肯亚拉拢过来，然后让他成为美国的伙伴，而不是中国大陆伙伴。对，因为肯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大陆，他最大的外在债主也是中国大陆，因为他每年有1/5的进口的商品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其实这个在肯亚内部也造成了一些问题，像去年就已经有一些肯亚当地的商家反弹，认为说希望中国人离开，不要在这边跟他们竞争。所以肯亚跟中国大陆中间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去年欧盟就去，欧盟去跟他结盟，今年就换美国来，所以美国跟欧盟都在极力拉拢肯亚，希望他们能够离中国大陆远一点。对，但是我是觉得，你靠请吃个饭就想要让人家离开中国大陆，恐怕也不是这么容易啦。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最大的债主就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还在帮他建铁路，对，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觉得他能够轻易从中国大陆这边离开吗？恐怕也是很难。那更好笑的就是，美国在那边喊话说，希望这些债权国对这些债务国放松，要减免他们利息还款，是怎样？你叫中国大陆，然后去减少他的利息，然后面子做给你。你觉得怪怪的？你觉得大陆会干这种傻事吗？我是觉得美国会不会想得太天真了？所以当然美国在做这一方面的尝试啊，那是不是会有效果？我觉得这恐怕要看美国能够持续多久。也就是对肯亚来说，当然美国愿意对他示好，他当然欢迎啊。对，那如果能够美国给他更多的利益，那当然更好。可是问题是美国能够持续给多久？而且美国每一次付出都会有一个附带条件，什么？因为美国喜欢干预人家的内政，到时候美国的手会不会又伸进去，就指责人家这个地方做的不好，那个地方做的不好，指手画脚，对，那这就是很多国家为什么一开始跟美国合作，后来又渐行渐远的原因，因为美国人实在太爱干预别国的事务，那就看美国会怎么做。那当然，俄罗斯跟乌克兰现在情况看起来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所以对普丁来讲他无所谓，反正我现在是攻势，那你要我停也可以，那就是我现在攻到的所有地方都算我的。对，那可是这个东西乌克兰不可能会接受。那所以普丁的意思就是说，那因为他早就已经不把泽连斯基当对手，他已经说了他不跟他谈了，所以现在就是很简单，他就是一直不断在对北约放话，你北约要不要跟我谈？你美国要不要跟我谈？就是我们来决定的，根本不用乌克兰决定。因为其实北约要谈也很简单，只要他们对乌克兰停止供应军武，乌克兰就没辙了，连打都没办法打。他们乌克兰现在已经离谱到他兵员短缺到什么？连他战略司令部的兵，他说要缩减50%，把这些人员全部送到战场上去，你就知道他的兵员多匮乏。所以乌克兰几乎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再没有北约的支撑，那乌克兰几乎就是完蛋。那可是泽连斯基现在还在幻想北约会提供他武器去直接打俄罗斯本土，你觉得会有这种事情出现吗？泽连斯基会不会想得太天真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场战争，我真的不想再看到更多的乌克兰人牺牲。是，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屈辱总比整个国家的人都丧命好吧？有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所以是不是有人该出面来赶快促成和平？我觉得这个对大家都好。是，来请教李教授。对，我觉得是哈，因为整体来看，因为目前来说哈，这个乌克兰是不只是在原来的东边啊，面临到俄罗斯很多的攻势，是从1月份开始，对开始慢慢攻城略地啊，俄军是掌握比较多的战场主动性。那在过去2个多礼拜，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北部的这个哈尔科夫，
也面临到很大压力。因为我们回顾一下在2022年2月俄乌战争发动之后，俄罗斯开始侵略之后，其实哈尔科夫在第一段时间里面就陷落的。但在2022年9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发动反攻，夺回，把俄罗斯的军队把它驱逐。但是没有想到这个2多礼拜的这个哈尔科夫的攻势是超乎预期。一开始大家会判断说这是不是一个佯攻在做牵制，但当俄罗斯的军队集结3到5万人的兵力去攻击哈尔科夫边境，比如说沃夫桑斯克的时候，大家觉得可能这压力是真的。因为沃夫桑斯克距离俄罗斯边境很近，距离哈尔科夫州的首府哈尔科夫市也大概就40-5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未来大家的比较这个把重兵集结的地方。但我觉得主要还是凸显了乌克兰目前是处于被动，兵源不足，就像刚才所提到，而且是弹药不足，所以这是为什么1个多礼拜之前，布林肯去了这个基辅之后，当时他就讲说我们扣押的俄罗斯的资产。冻结这些资产会拿来给乌克兰使用。4月份的时候，美国才刚通过610亿美金的乌克兰补充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到底钱能很快进去，大家打个问号。那第二个就是，就像刚刚已经有提到，前一阵子一直传出来说美国拜登政府内部在做讨论，是不是要放宽美国的一些底线？我们知道，从战争爆发之前到现在，美国跟北约底线2条。第一条是美国跟北约的士兵不直接参战，对，不直接参战，但其他的周边的间接的能给都给了。第二个是美国援助乌克兰的军事装备是有个限制，是你不能拿来对付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目标，但是如果是乌克兰自己的，比如说前年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用无人机去攻击俄罗斯境内的机场，对，战略轰炸机，那跟美国无关。但是美国比如说援助乌克兰海马斯里面配置战术飞弹系统，还有这长程的精准火箭打击，它的射程以及它的标的，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放宽。但重点是什么？当有越来越多类似的讨论，代表什么？我觉得代表反映出目前在乌克兰战场上是比较处于不利的位置，否则不会有这些讨论出来。那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目前比较担忧的地方。好，请教吕舰长。拜登果然是在参议院待了那个外交委员会待了非常久所以他知道每个国家喜欢什么。所以刚刚主持人有讲到，对于肯亚的这个总统长长的红地毯、国事会议，然后举行国宴，大家看起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那而且呢，他还提出了非常多的诱因但是我们来看这就是长长的红地毯，然后两国的这是拜登总统以及肯亚的总统，然后以及他们两国的第一夫人，难道只有这一次吗？其实不是川普以前也有，可是川普不是国事会议。那但是呢，川普也有邀请肯亚总统的到访，但是肯亚真的就这么容易被动摇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其实呢，拜登就是我刚刚讲的，他果然知道很多国家需要什么，他又开了很多的支票。怎么说呢？他说要让肯亚成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唯一第一个叫做主要非北约盟国。然后他说他要开启技术合作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又讲什么网络安全、人工智慧、洁净能源，还有半导体什么都有我们想一想这一个我们讲到这个主要非北约的盟友这句话大家听起来很耳熟为什么？还记得吗？当初说要提供我们台湾 Link 22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说我们台湾？而且说是准非北约的盟友。是，那这是准是什么意思？准就是你不是，然后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他又用这种条件胡萝卜来引诱肯亚那。但是呢，有没有用？这其实我们可以继续的观察。那另外呢，我们讲说在北约6国同意建筑这个无人机墙这个无人机墙真的这么有用吗？你当每一个国家都是以色列吗？以色列可是有铁穹的它不但有铁穹，它还有铁树铁树就是 Iron Beam， 它是用雷射打无人机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当初伊朗攻击
以色列的时候，为什么他几乎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第一时间全部拦下来？是有原因的。那我们来看到，最近在5月19号的时候，加萨的浮动码头终于它可以航运了。可是美国也是很担心啊，美国担心什么？他把所谓的暗制的方阵机步武器系统，他也放在这个码头旁边啊。讲到法庭在国际法院最新的一个决定跟以色列有关，他说以色列应该要立刻停止在加萨走廊南部城市拉法的军事行动。那么跟国际法庭刑事法庭说要去把2个人逮捕，一个是以色列的这个纳坦雅胡，一个当然哈马斯的领袖也是一样。但以色列的财政部长非常强烈，他说不接受这个判决。以色列在野党领袖也说，国际法院道德崩坏，在这个加萨南端城市的行动不会有巴勒斯坦平民面临毁灭的危险。大家看到的画面恐怕不是这样。所以当要求停止对拉法的进攻的时候，沙特这些国家都纷纷跟进，而且表达欢迎国际法院这个决定。问题是，包括土耳其也是啊，但问题是如何执行呢？有没有可能有约束力呢？光看看美国队长拜登怎么说，我们不承认，不承认 ICC 行使管辖权的方式就这么简单，就是国际法院这个命令，美国也不支持啊，也不会帮忙逮捕纳坦雅胡啊。而共和党领袖强生也说，我们很快就会在国会大厦干嘛呢？接待纳坦雅胡，不但不代表他，还要邀请到国会来发表演说，这就是美国的态度。所以目前中国大陆跟巴西在俄乌方面另外一场战事，倒是有机会看到一点点曙光，有机会停战吗？这个是中巴双方对话之后表达共同发表的声明，认为同声反对割裂世界、制造封闭的政经集团，所以中国、巴西要协助解决乌克兰的危机，有没有可能停火？路透社表示，普京愿意停火，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承认目前的战线为条件，我打到哪里算哪里，目前打到都算我的这个战线为条件，透过谈判来达成停火，终止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了。但如果基辅跟西方不回应，将准备继续战斗，看起来就是几乎很难嘛。再来，乌克兰久战不下，奥班怎么说？西班牙总理说的，他说有关于俄罗斯可能对北约成员也发动攻击，因为你们提供武器，你们提供资源，这种担忧他认为是毫无依据，因为目前已经进入第3年的乌俄战争显示，俄罗斯能力有限，丘里姆干打不下去，真的吗？那现在已经一战打了3年，乌克兰的战事到底到哪里是尽头？其中在防范俄罗斯的部分，北约6国因为担心可能会被卷入战局，已经同意共筑无人机墙，避免在边境的部分被挑衅。那德国总理肖兹也是说，欧洲有必要更紧密的军事合作。赞成马克宏干嘛呢？法国提议的法国核武恐吓，德国挺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有各种威慑啊，否则俄罗斯一直秀这种核武的肌肉，这个类核武啊等等，那欧洲国家是不是很有风险呢？普京继续啪走，他去了白俄罗斯访问。那因为白俄罗斯当然相对于其实其他的北约国家或者是乌克兰有不同的更近的这个距离，所以呢，现在乌克兰跟白俄罗斯的接壤距离有1084公里之长，是不是接下来下一步也要透过白俄罗斯来进行各种精准的打击或者是侵扰呢？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什么巴黎协议。奥运期间要停火啦，等等，现在看起来总是各自提出的条件，但现在难度却是仍然很高啊，亮哥。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啦，就是这个西方现在已经就是承认俄罗斯正在猛烈的攻打哈尔科夫周边嘛，所以乌克兰提出一个请求嘛，说美国提供的远程飞弹可以打俄罗斯境内。因为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实在太近了，是。如果他都不能够打俄罗斯境内，乌克兰认为他没有办法防守，就是你一定要打他境内，逼他回去回防这样啊。那美国目前意见分裂啊，那个布林肯强力主张，那可是美国知道，如果允许他打俄罗斯境内，那不得了啊，俄罗斯会怎么看你啊？你是不是直接介入？就是你介入战局了嘛？因为你允许他打我啊，对不对啊？那北约秘书长也出来说他同意，应该让乌克兰能够打境内啊。
我认为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因为如果不能够让乌克兰把那个比较远的飞弹能够打到俄罗斯境内啊，我认为哈尔科夫早晚会失守。那这个是指标性的城市，因为它是第2大城市，仅次于基辅啊，那就有可能造成乌克兰那个从北方一直到顿巴斯这样全面的溃散啊，这影响其实很大哦，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大概也有这样的算盘啊，所以普京才会丢出这样的说法嘛，说啊，你如果承认我现在打的战线啊，那战线就是现有的边境啊，停损到这里哦。是啊，就说你在这里我就立刻停损，我就不打了。是。那这乌克兰没有人敢这样回答，不然我就继续进去，继续打，面积越来越大。你这个等于是承认顿巴斯四个州，还有克里米亚你都没了，是17%的领土就没了嘛啊！这个乌克兰没有人能够赞成嘛，那没有赞成他就继续打，那继续打就是打哈尔科夫，然后他同时也打奥德萨，因为他认为北约有一些军备可能就是从奥德萨上来的，因为距离乌东比较近嘛，所以奥德萨也常常被打啊。所以那这个战火继续这样下去，对乌克兰是非常不利的啦。因为最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统计出来了，这个乌克兰事实上也写了报告，那华盛顿邮报把他报告的内容写出来了，说乌克兰发现他对俄罗斯飞弹的拦截率越来越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俄罗斯的电战能力越来越好，然后第二个是它的防空的能力也越来越差。我讲的是乌克兰，所以最近就是比如说以前也许是打10枚才中1枚嘛，那现在大概都是中3到4，那这个伤害就很大了。是。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打俄罗斯，那常常打不中，就是他电战能力变好了。那很不幸啊。这里面有一个刚好是台湾买的武器啊，叫海马斯火箭系统啊。那最近不是普京说送给习近平一个大礼吗？说他把俄乌战争的收集到的美国军方的那个爱国者的相关的资料都送给那个中国大陆啊。那这里面就包括爱国者飞弹地对空的防御系统。那我相信海马斯也有了啊。那大陆有这些资料，那我们买这2个，那个爱国者跟那个海马斯还有用吗？这乌克兰事实上提了一个紧急的报告给美国的厂商啊，说我怎么都被他算准啊，所以我都打不到俄罗斯啊，就是俄罗斯都会做调整，我就没打到这样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军备被人家看透了吗？对，就是被查到漏洞嘛。哎呀，然后因为乌克兰的地对空的防御系统越来越少嘛，它紧急美国调给他也只能够调7套，它那个防御线很长你怎么防守啊？所以我坦白说啊，你说普京讲这个说我愿意谈判啊，事实上他是有前提的啦，就是说你如果承认现有的边界，那我就谈判，我就立刻停火那这样乌克兰等于就认输了嘛，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僵局啦。说实在，僵局包括以色列啊。左老师如果看到虽然各种刑事法庭啦、国际法庭啦，还有现在最新是国际法院都说要求不可以以色列再继续攻击拉法啊，那甚至还要求逮捕双方的领袖，但问题是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事情，美国也完全反对啊。对，现在其实国际法院的这个临时的命令哈，这个是南非要求的啦，因为南非提出这个案子，然后呢，他现在就说，因为这个案子还没有判决，所以就要先有这个临时命令。但你知道这个临时命令，第一个，它对所有成员国都是有这个拘束力的，比如像南非跟以色列都是国际法院的这个成员，而且它这个案子是基于这个防止这个杜绝这个种族屠杀、种族灭绝这个公约所提出来的。那因为2国都是签约国，所以它是受拘束的，只是说它没有办法执行。比如像2022年3月那个时候，国际法院也要求俄罗斯停火。
那也没有办法执行。所以这个执行命令大概就只能有一个政治上的效应啊，就是大家看到以色列越来越孤立，但是在以色列所看到的这个被越来越孤立的这个情势底下呢，那在以色列国内却有不一样的影响。比如像甘孜，他已经公开宣布了，就是说6月他就要辞职了。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停火协议，如果以色列的人质没有办法回来，好，那这个显然是对于这个纳坦雅胡的一个政变的这个主张嘛，就是说我要求你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可是呢，当这个执行命令下来之后呢，甘孜都说他也反对啊。为什么？他说你这个执行命令没有跟这个所谓释放人质作为连结嘛，就是你一定应该这两者是连结在一起，连以色列的反对党都反对啊。所以说这个执行命令下来呢，虽然政治上看起来让以色列很难看，但对以色列内部来说反而是有助于纳坦雅胡，这个是一个意外的效果了。所以为什么美国也不敢说去背书他？比如像说国际刑事法院，他那个检察官说要逮捕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跟他的这个国防部长。那拜登现在第一个他说他绝对不会帮助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做这件事情。第二个，连国会都说要制裁这个国际刑事法院。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当然一方面就是美国本来就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嘛，他们有签这个罗马条约。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拜登也很清楚知道，如果他站在这个法院这一方，第一个他没有办法有效的执行，第二个他也会减少他对以色列的一个影响力。所以现在这个情势非常的这个复杂，因为现在拜登才刚刚跟埃及总统通过电话，那他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让埃及能够开放它的边境，能够让这个救援物资能够进去。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国际法院它的临时命令啊，它的那个暂时命令里头所要求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因为他说你这个以色列把这个边境封锁了，人道物资进不去，然后呢，你的这个什么联合国的调查官都进不去，因为你说到底有没有种族灭绝？你没有去调查，你怎么知道呢？可你人不进去，你怎么调查呢？所以说，这也是他的一个所谓的暂行命令其中的一块了。那但是到底会如何？可能关键还是在于双方能不能停火了。因为如果没有停火，大概不要说这个什么最后能不能惩治，连你这个调查都很困难。所以现在 William Burns 就是美国的中情局长，马上又要下个礼拜又要飞到欧洲去了。为什么？他还是要再去这个跟卡达的首相啊，跟以色列他的这个对口啊，还是要谈看能不能够让这个停火协议能够起死回生，再继续推进。不过看起来这个任务真的是非常的艰巨，大概最有效的对于纳坦雅胡来说就是甘孜，但是甘孜的时间也是非常的有限了，因为他的这个民调原来非常高，现在也是不断的滑落，所以这个我觉得那个部分是以色列国内政治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经常如果以现在俄罗斯军事部署的角度来看哦，对于他攻击北约的可能性到底存不存在？例如像匈牙利这总理就一副很有胸有成竹的说，他不可能攻击其他欧洲国、北约国家，因为他没有能力。真的吗？首先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国家是不是有侵略性哦，你要看他的历史。他现在人讲什么话，你不要太相信。第二个，你说像俄乌现在打到现在，如果接下来北约基本上好比说分崩离析，然后俄罗斯越打越顺，你说他会停下来？你从他过去历史看，他几乎就一直会下去的。但是我又要讲一下，我不晓得各位看到说美国好像这么的阿爸，对不对？就是不去制裁以色列的纳坦雅胡什么东西，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看到有什么感觉？你知道我看到我非常高兴。为什么你知道吗？有句话叫做“上帝要毁灭一个人的时候，必先让他疯狂”。如果今天没有美中争霸，就是一个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我当然看到这个事情会很生气。可是我发觉这件事情正好让全世界在美中争霸，大家都在想我到底要向哪一边，哪一边是公理正义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了美国居然是这么的荒谬，动作越来越粗暴，对不对？中国可能提供一个俄罗斯一个叫做可能作为军用装备的配件，他就要去制裁他。那你美国提供什么？杀人武器、炸弹、飞弹，什么各种的，像海马斯那是一个整个这个面向的这样杀下去的。你知道到底谁是正义那一边？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们看得到。如果没有这个事哦，
可能很多国家还觉得美国是一个世界警察，你知道，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我最后要讲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普丁说目前战线，我们来谈停火，这一个一说出来，你知道这些政治人物讲话就是冠冕堂皇的废话，这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我从这句话我也可以想到赖清德讲的说，两岸希望在没有任何前提的状况下，我愿意展开谈判。你知道他这句话也是一个废话，为什么？没有任何前提就是前提，这不就是前提吗？如果你真的愿意谈，我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来谈。然后接着可能对岸要求你要这样要那样，好比说你要承认9·2共识，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9·2共识呢？9·2是多久之前的事？我们能不能够怀抱9·2，迎向24，就是2024嘛？我们能不能有一个新的一个呢？那就是谈，你知道吧？你不坐下来，你根本就什么都不必谈。但是只要坐下来谈了以后，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去讨论一下那你说要我承认9·2共识，怎么承认？是不是我们的总统出来讲一句话，我承认9·2共识，或者要发表一个什么文章什么的，那些通通可以谈。什么情况之下讲什么话，由谁讲？但是你不愿意坐下来的时候，你要说不设任何前提，那就是一个前提，你就是不愿意谈。对我们最攸关当然是美中的对抗，就对抗当中，我们可能是受无辜、受牵连的对象，但其实，在美国境内哦，是不是有这种越来越高涨？就好像以哈冲突这种种族的氛围在悄悄的发生当中呢，有一位华裔的是美国陆战队员哦的这样的身份人，只是他长得当然是华人面孔，就被骂是混蛋中国人，所以曾经还打过伊拉克战争，在美国来讲应该是英雄的这样子的陆战队队员，所以因为他是华人面孔的样貌，以至于在超市就遭到莫名的攻击，大概7到10个人去围殴他，结果当中还一直痛骂他是混蛋中国人等等的，虽然他受过各种的专业训练，但这么多人一起打他的情况下，还是让他到处都挂彩送医了。加哥华人互联协会的会长说，秦小柯挺过了伊拉克战争，却差点死在自己家里，被殴打致死。类似的事件不应该再发生，是不是有更多的这种仇中的情绪在美国发生呢？是由政府带头的吗？ CIA 前探员、FBI 前特约语言专家马玉清被控担任中国间谍至少10年以上，他在夏威夷檀香山联邦法院认罪，最后呢，总之各种的追查嘛，是不是真的有大量机密美国国防的资讯给中国大陆呢？现在就是谍影重重，各种的可能性不断的被怀疑，包括 FBI 的间谍调查之后，中国警官就直接被解雇，这也是发生在2月16号的一个中国的警官史蒂文发生的事情。从10月以来，已经有3万名的中国大陆的公民非法进到美国，被美国拿来大做文章，是非法移民啊！哇，有国安疑虑，其中包括了2013年被捕的2.4万人，比10年前的总和还要多。这也是现在川普主打的一个议题政策政见对象，但是呢，接下来还有什么潜入美国军事基地、敏感地点等等这么多的问题，会是拜登的麻烦。那这种仇恨值在炒作底下，当然也会越来越是拜登的重点的政策之一啊。例如像抗中对大陆的禁令已经不断的在扩大。Bloomberg 说，美国不止先前所公布的电动车这些的这个100%关税，还有最大半导体设备厂商的应用材料，也都因为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情况再收传票，准备还要再启动调查，发更多的传票。美中的这个企业里面，其实更难作为。而美国众议院本周还提出国防支出法案，有个措施将禁止在美军军事系统里面使用中国制造的光学雷达感应器。谍影重重啦，你这种感应器会影响我们国防安全啦。现在双方就是这样的严峻的情况，甚至1月份美国国防部还把中国和赛集团列到哪里呢？北京军方有联系的公司名单。就是又是一个共谍的概念，在对这个企业加以围堵跟监督吗？但美中有个最后的防线当然是通话，好不容易才重拾了对话。本来约这个准备下周在新加坡会谈的，这是由五角大厦公开宣布的。美国国防部长 Austin 在香格里拉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即将要视讯对话之后，接下来甚至在香格里拉会议期间有更进一步的对话跟通话，就没有想到先传出来说他健康亮红灯，
Austin 没有办法去喽，恐怕是不是这样呢？因为又入院治疗了，短短3个月之内已经2次的入院，东南亚行去不了了，但五角大厦却有其他的负责人准备访问金边，要从柬埔寨这里来要求他们来协助加入抗中的行列啊。亮哥看到这些各种电影传，或者是像这个美国的前陆战队员打过伊拉克战争，差点就被打死在自己美国境内。这种事情我看只会更多啦，这个实在是很无奈啊。那因为他们有时候还分不出来是不是华裔啊。对。事实上，菲律宾人、越南人、韩国人都被打过，都分不出来嘛。都被打过啊，新加坡人也有啊。这个没有办法啦，我跟你讲啊，最近还传出一个消息啊，说川普的副手现在中意到那个咨询那个抖音那个周受资那个 Tom Cotton， 他看中了 Tom Cotton 那个参议员啊，说如果这个真的变成真的了哈，那如果川普又胜选啊，那让这号人物当上副总统，更仇恨更你去抗中想一想了。啊，你记得他怎么咨询周受资的嘛？是对不对？你是不是共产党？对不对？之类的，连续问了多少次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杯弓蛇影啊。然后他不断的，比如说他各种军民两用的零组件，他就怀疑你里面装了什么嘛，越来越多嘛，哦。所以我记得连德国的那个 BMW 最近也碰到问题嘛，就是他用了中国零组件，那美国就借口啊，因为 BMW 出来反对电动车加税嘛，那我违反了美国的想法，他就而且因为你当那个出头鸟啊，那美国就整你啊，惩戒你，说连 BMW 都被他整啊，所以我是觉得美国这类似的动作很难阻止了，啊，我认为只会越来越糟啊。那也包括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疑神疑鬼，然后你看到欧洲现在也有点就是觉得美国你是不是过头了？实际上法国现在还在考虑要不要重新启用华为，那德国基本上并没有拒绝华为啊。那这个对美国来讲，你看可能会发生什么事？美国一定会警告法国跟德国嘛，说我以后情报不要给你啊。因为我要透过华为的5G 系统啊，不是吗？哦，所以我说，坦白讲，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我也不知道啊。那反正就是会越演越烈啦。比如说，美国也对阿斯麦尔本来提出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啊，说你已经卖给他的 DUV， 你不要提供售后服务，这个会被告他还要人家做这种事。那阿斯麦尔会说：“那我被告了，钱你要赔我，是不是？那你家的事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进入杯弓蛇影啊，那到处都是中国威胁、中国渗透这样的自我认知里面啊。那如果这样，当然到最后一定会怀疑到人的身上啊，因为不管是各种设备、网络讯息的流通，最后还是要透过人来传递啊。人来执行啊，所以到最后啊，我跟你讲，越来越接近那个2战期间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了，那非常可怕啊。就是他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不会用华裔，我认为这个一定会发生。那他也不会跟你讲，他就是不能用，因为变成法律白纸黑字太难看，可是你就发现你不会被录取。就会变成一种潜规则了，美国大概华裔大概有500-600万人啊，人也不少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没有办法，中国大陆要到美国留学的人自己也要想清楚了，那至于留学之后想待在美国就业，那更可能会受到无端的波及啦，是，就是这种状况啊，美中的对抗在抗中的氛围里，连一些学校机构、现在研究单位让任何的民间都可能产生问题。为了大选完，结果恐怕还会更惨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中对抗在经济的制裁手段上，美国又说将会针对应用材料再扩大各种的制裁或者是调查。对，其实应用材料先前已经2次收到传票了，因为这个主要是因为应用材料在这个麻州的工厂输出这个出口这个它的这个设备就是半导体制造设备，通过南韩输出到这个中国大陆去。那最早的这个调查，其实2022年之后，那时候美国刚开始禁止这个设备出口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的调查主要还是针对这个，就是它的那时候主要是由司法部跟商务部。那2024年今年1月这第2次这个有揭露，就是有收到传票，那主要是针对什么？这个很奇怪啊，它是由美国的证监会来调查。所以恐怕它还涉及到所谓的它的这个股权交易的这个部分啊，而且它现在它的揭露出来是什么？是刑事案件，其实这真的是蛮严重的啊。所以应用材料当然就是当时这个一出来就股价就应声下跌啊。那现在这个影响到底会有多大？现在还不敢说，但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因为包括像艾斯摩尔现在也都碰到这个问题啊，就是除了你原来这个传统就是做成熟制程之外，你除了先进制程之外，成熟制程也要禁止你的设备输出。所以最初艾斯摩尔的做法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员工在艾斯摩尔的就不要参与到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但现在美国还要加广它的这个制裁范围，所以越来越困难。那好，那这个当然会影响到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包括像去年华为它的这个 Mate 60，它所使用的晶片来自于这个中芯，而中芯所使用的设备就来自于这个应用材料所以这个应用材料被调查的就是它出口到中芯的设备。好，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前几天有这个新闻说，艾斯摩尔说，假如两岸发生战争，它可以远端关掉台湾的这个设备啊。那大家没有注意到说，其实他这个是说台积电也要同意了啊。但是这个显然他是说是双方都讨论过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到底两岸战争会对我们多大影响？但另外一个更深刻的影响是什么？就是随着制裁之后，大陆本土的这种成熟制程越来越庞大，而美国西方国家越来越强调把这种先进制程拉回到他们国内，台湾的角色就会越来越小。这是我们要面临到的一个巨大的挑战。马上回来，不要走开。这个在美国社会，这个种族的情节这么严重吗？连美国前陆战队队员因为华人面孔，就直接被围打辱骂。那这个还是一个美国的华裔，去年发生的一个，其实我看到是非常深，因为这个人看起来最起码还年轻力壮嘛。去年有一个台湾的女学生已经要毕业了，她在纽约市立图书馆的时候，她去上厕所出来，她要准备要回台湾了。后来有个黑人跟她面对面走过去，那个黑人是一个女的，就推着她用力撞那个墙，你知道吗？然后就受伤。然后这也就算了，完毕之后，因为这个受伤的人他有同学在，他就立刻找警卫，结果警卫怎么样？警卫说那让那个人走你要告他，你去告他好了。就你就会发现警卫也在偏心，然后结果种族上的差异对待。那我一直认为我始终搞不懂民进党为什么会这么的仇中，在这个丑化这个中国大陆。你有没有想到两岸其实是共荣共富的？我说共荣共富就是西方人怎么会分得清哪一边是大陆，哪一边是这个台湾呢？他连日本、韩国跟中国人都分不清楚，所以在他感觉，当你一再的说中国多坏多坏多坏，他把台湾也一样的，你就是跟他们一样坏。所以两岸是要共好，你可以不支持共产党，但是你应该要知道，我们跟他是一样的。他在全世界抬头挺胸，台湾人也抬头挺胸啊。他在全世界被人家打歧视，你走到哪里也是人家打你歧视你，因为他分不出来。没错，谢谢。